我们這個內側的海灘肯定需要修理，外側的話就不用再管它了。外側的話要自然簡單，我們找一個護岸，把內圈做好了以後，現在我做的每一期基本上都是為 CBD 做準備的。這個碼頭怎麼樣？這個碼頭我們之前用過啊，這個寬碼頭的話會顯得我們的城市稍微大氣一點點。然後呢，再從這個位置 ，OK， 再把它進行連接。放在這兒的話，我們看一下啊，能不能用石頭把它遮擋一下？反正就是挺突兀的。哎，這是一個什麼小房子？不，把它放在這兒沒有用。這個還可以，就是有一點太高了。有的時候放一個石頭比較突兀的話，我們還需要在旁邊放幾個小型一點的。OK， 這樣就連接在一起了，是吧？中間某一個節點，我們再把它抬高一下，免得這個水啊漫進來。這個停車位呢，檢查一下啊，高度已經一致了。OK， 就是外側我們再加一條觀光的路線，自行車道速度15，放自行車道好像比較好看一點。然後呢，我們把它放在這兒，再調整。這個車道離近了看還可以，離遠的看的話有點太花了。不過感覺還是挺實用的啊！你看，我們換一個角度，遊客停完車以後呢，他可以來到海邊，再騎一個自行車，走一個觀景大道。然後這個角落呢，找一個古樸一點的石頭啊。自行車大道已經做好了。这游客到這裡以後啊，他其實還可以旅遊的。你看，我守株待兔啊，我今天非得找個人，以他的第一視角來看一下。先看一下停車場上方的吧，有一個欄杆，他翻越不過去。有的時候我們做好半成品以後啊，然後這些遊客就過來了，這一點啊倒是和我們現實裡面比較一樣。來到我打算建立 CBD 的位置，找一下高樓，特別高的樓。這是一個觀測塔，好像不太好看啊，再換一個建築。我們最好能夠找一個有科技感一點的大樓，你比如說廈門世貿雙子塔，這個位置正好合適啊。建造費用25萬。一下子就花掉了我們城市一半的收入。這個樓還挺漂亮的，你看我們從遠處看的話，比寫字樓要高很多，然後呢，這裡就立體起來了。還有27萬，觀測塔有必要啊，還是把它放在這個位置。建造費用12萬，然後我們現在剩下15萬了，15萬需要蓋一個比較漂亮一點的高樓，目前來說還是有點困難的。廣州銀行。12萬5，不行，太方了。3個地標可以撐起一個 CBD。哇，這個樓漂亮，海景大樓。這個樓是不是太小了？我們把這個樓給放大以後試一下效果啊。比如說，先把它放在這個位置，然後再把它擴大編輯。建立了3個樓以後，我們現在每周的收入已經變成了34塊錢了。再來一部分的人行道，把這3個樓呢，我們先做一個小天橋，讓它正式的連接在一起，然後我們再做空中花園。檢查一下這個高度，1、2、3、4、5，然後打一個圓圈，還不能和下方的高速有衝突。現在3個圓已經差不多了啊，我們再把這個外圍給做一下。這個外圍的話，選一個別的材料啊，要把它做立體。目前看起來是對的，然後我們還需要加第2層、第3層。
我们可以先畫一部分的水泥地，把這個位置給遮擋一下，然後呢，我們製作的時候會比較清晰一點。來，趁着我的眼睛現在還沒有瞎，我們再把第3層給加上來。然後還剩下2棟樓啊，我做完以後我可能就會掛了。有的時候我加速一下，盡量幾秒鐘讓大家看出來，但我製作的時候肯定會上好幾個小時的。哎呀，我去，第3層的道路我們得連接一下，要不然的話現在把花種上啊，現在把花種上的話一會兒不好刪了。我們先連幾條直線，哎，然後呢，通過這樣一種方式，我們把3棟大樓連接在一起，不用太規則。然後該砍掉的樹呢，再把它給砍掉，現在已經不太好找了。然後今天這個區域可能大概就這樣了，我已經沒有力氣了。